好了吗？3、2、1。我叫沈燕，干算命的干了几百年，本来都熬到杜雷结成仙了，结果老天爷不开眼，一道雷直接给我劈穿越了，穿到我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后人身上，还附了段天道提示，说我尘缘没清干净，得帮着后人把他的烂摊子收拾明白，不然就得彻底凉透，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行吧，不就是再当回凡人吗？我认了，但谁能告诉我，刚睁眼就有人要毒死我，是怎么回事？沈燕猛地睁开眼，脑袋里跟被人敲了一闷棍似的疼。他刚缓过劲，原主的记忆就跟放电影似的往脑子里钻。好家伙，这后人真是个纯纯的混蛋，天天喊着要科考上岸，结果正事一点不干，要么出去鬼混，要么欺负人，对自己老婆更是差到极点。大郎，喝药了。沈燕打了个寒战，转头就见苏婉脸色惨白如纸，捧着个粗瓷碗，碗沿裹着一层若有似无的黑气。他搞算命的本能立马就警铃大作，这哪是药，这分明是毒。他撑着胳膊坐起来，不必了，娘子，我已经好了，辛苦娘子为为夫熬药，有心了。这沈燕被敲了一棍之后，就像转性了一样，居然会说好话了，怕不是装的，等着变本加厉要钱喝酒吧。娘呢？她去哪了？拿去找人借钱给你治病了。相公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亲自下毒下厨。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？下毒演都不演了吗？苏婉头也不回的出了屋。沈燕刚要琢磨，就听见院门口传来叹气声。她凑到破窗缝一看，老娘林秀禾满身血沫，脸和手冻得通红发紫，正缩着脖子搓手。娘，您借到钱回来了。哎，别说了，我刚刚去大伯家借钱被赶了出来。算了，不说也罢，明天开始咱娘俩多摘点草药去卖。沈燕心口像被揪了一下，原主的混蛋行径在脑子里翻涌，她猛地推开门冲出去，冻得打了个激灵。我这后人真是混球，有这么好的家人就应该知足了，居然不知珍惜，真是造孽。娘，这大冬天哪有什么草药能摘？明天你们待在家，我来出门赚钱。林秀禾看到自己的儿子精神抖擞站在他面前，不由得老泪纵横。燕儿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可是要科考的，赚钱的事我们来想办法。娘，我先得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放心吧，明天我心里有数。儿子转性了，他这样说，不会又是想找借口出门鬼混吧？不过家里也没钱给他了，他想去就去吧。在这时候，沈燕大伯母沈李氏闯了进来，指着林秀禾破口大骂：“我说弟妹啊，我家也不宽裕，你今天还问我家借钱，现在你欠我们的钱也该还了吧？干算命几百年，金银珠宝见过不计其数，从没受过缺钱的罪，如今倒好，被区几两银子逼到这份上，连老娘都要受气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命苦啊命苦！”沈李氏叉着腰走进院门口，他眼角瞥到沈燕时候，眼神立马变得尖刻起来，连带着骂声都转了方向。哟，沈燕大侄子，不是大伯娘说你不务正业就算了，你娘也天天就知道欠钱不还，我家这点家底都被你家掏空了。林秀禾被骂得脸色苍白，慌忙开口解释：“大嫂，我不是故意要赖账的，燕儿刚醒，明天我就上山。拿不出钱就别借啊，现在我家老三等着钱娶媳妇，你今天必须还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把你家破房子抵给我。”沈李氏故意上前一步，抬手狠狠推了一把林秀禾。林秀禾本就站不稳，被他推得踉跄着撞在院墙上，疼得闷哼一声。沈燕眼疾手快冲上去扶住老娘，抬头时眼尾泛红，指节攥得发白，怒瞪着沈李氏：“我家还欠你3两，明天这个时间我必亲自送上门。”哟，口气倒不小，你家破旧成这样，你天天游手好闲，有什么本事能一天还钱？还有谁跟你说3两是5两？大嫂，我当初只借了你3两，什么时候变成5两了？沈李氏从口袋抽出一张纸，拍在众人面前。沈燕向前一步，眯着眼研究眼前的纸张，只见纸张边缘萦绕着似有似无的黑气。白纸黑字，你还想抵赖？这纸上怎么会沾染湿气的阴邪之气？我擦！沈燕正琢磨着，余光扫过苏婉，顿时惊得双眼瞪圆。只见苏婉偷偷摸摸从一旁抽出一个铁锹，准备趁沈李氏其不备给他一铲子。这苏婉明天不过了吗？每次出手都招招致命啊！大伯母，我们只借了你家3两，要是在你无理取闹，就别怪我不管三堂哥的事了。我问你，他是不是现在躺在床上昏迷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沈燕掐指一算，顿时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那个和三堂哥结婚的女孩子根本就不是人，难怪这大伯母子女宫发黑，有丧子之兆。你要是不想三堂哥死，就最好退了婚，我再给你画2道符，保住三堂哥的命。你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，还懂这些？我不信，到时候耽误了我家老三，我就带人来拆你家房子，让你们娘仨流落街头。我是个被迫替后人收拾烂摊子的算命师。三堂哥这桩婚事藏着的猫腻，他未婚妻根本不是活人，是借尸还魂的孤魂野鬼，就等着结婚时吸三堂哥的阳气续命呢。三堂哥根本就不是普通风寒，他是被阴气缠上了，所以才一直昏迷不醒，再拖下去不出3日气绝身亡。你不会是为了不想还债胡扯的吧？我告诉你，
沈燕没有搭理沈李氏，猛地从自己身上扯下布条，咬破中指，飞快在布条上画符，符文扭曲却带着凛然正气。画完符，他抬手一扔，布条精准落在沈李氏面前，将这符贴在三堂哥心口，半个时辰他必醒。到时候你再问问他，是不是梦到一个穿红衣的女人缠着他要成亲。沈李氏盯着那带血的布条，心里又惊又疑，可沈燕那笃定的眼神又让他不敢不信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糊弄我？那你还给我，当我没说。三堂哥的命你自己看着办。沈李氏当然不肯还，抓着布条转身飞快似的溜了。走之前还不忘放狠话：我这就回去试试，要是没用，我饶不了你。沈李氏一跑，林秀禾就慌了，抓着沈燕的胳膊直抹眼泪。苏婉放下了铁锹，一脸好奇打量着沈燕，总觉得自己相公有些不一样了。沈燕不会是鬼上身了吧？算了，鬼上身怎么也好过以前。儿子，万一你大伯母知道你骗了她，她带着她娘家人抢我们的房子，我们可要流落街头了啊！放心吧娘，我们不会流落街头的，进屋等着，不出一炷香，他一定会哭着回来求我。沈燕扶着抹泪的林秀禾进屋，院门外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夹杂着沈李氏慌张的哭喊。紧接着，沈李氏就带着沈大伯跌跌撞撞冲进院，两人脸上满是惊恐。侄子，不，沈大师，求求你，救救你三堂哥吧！沈李氏和沈大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膝盖砸得鸡血四溅。沈李氏一把抱住沈燕的裤腿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鼻涕蹭到沈燕的裤脚。沈大师，真神了！那符刚贴上，老三就醒了，还说梦到个穿红袄的姑娘，拽着他要拜堂呢。求您发发善心，救救他吧！沈燕嫌弃地往后挪了挪脚，余光瞥见苏婉正举着个菜刀在磨。就可以，但我有条件：第一，欠我家的3两银子一笔勾销；第二，给我娘磕3个响头道歉；第三，把你家昨天蒸的白面馒头拿2筐来，我娘和媳妇饿了3天了。别说2筐，4筐都行。沈燕刚要动身，苏婉突然塞给她一把锅铲，拿着想鬼用。上次隔壁王二婆说锅铲能打鬼，我试过，拍蟑螂挺好用。这媳妇到底是想帮我，还是想让我用锅铲给女鬼炒个菜？一行人浩浩荡荡赶到沈大伯家，刚进堂屋就感到一股寒气。三堂哥沈明躺在床上，脸色青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，床边飘着个穿红裙的姑娘，正蹲在床头数她的头发。哪家好鬼会蹲人床头数着头发玩？红衣姑娘听到沈燕的声音，蹦蹦跳跳变成小姑娘，跑到沈燕身边，着迷地吸了吸她身上的味道，越吸越着迷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咬她的头，被沈燕一巴掌扇飞，在空中旋转好几圈，以脸着地。我知道我很香，但是你别像个变态一样蹭我，恶心心。你看得见我？你身上的香气好香啊，居然是仙气，好神仙！给我烧点蜡烛元宝吧。我好久没吃饭了。好，我给你烧大碗的。话说你怎么会缠上他？是他发神经，非要和我成亲。我都说我是鬼了，他说他也是，还是个色鬼，还抢我定亲信物。我没办法，只好跟着他了。沈燕看向身后的沈李氏和大伯，无语翻了个白眼，估计又是三堂兄路边见到一个姑娘，看她漂亮就想结婚，都不知道人家是人是鬼就交出8字了，还抢别人订婚信物。我这就断了你们之间的姻缘，你好好回到自己坟地修炼，争取早日成为鬼仙吧。沈燕掐指念咒，从一人一鬼之间抽出姻缘线，以手为刃，狠狠砍断。红衣姑娘化作一缕烟飞走了。三堂兄躺在床上醒来，抱着沈燕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起来。这家人是不是都喜欢往人身上蹭鼻涕？沈明彻底醒了，沈李氏兑现承诺，不仅送了4筐馒头，还额外给了5两银子当谢礼。林秀禾抱着银子哭了半天，苏婉则把馒头切成片，晒成馒头干当储备粮。燕儿，这银子咱存着，明年给你科考用。娘，不急，科考得有盘缠，还得打通关系。我先开个算命摊，赚够钱再说。对了，娘，苏婉之前给我熬的药，你给到了吗？苏婉正啃馒头干呢，听到这话差点噎住，心虚左右张望。什么药？你身体好了还喝什么药？我早就到了。沈燕看着家里角落的死老鼠，身上冒着丝丝缕缕的黑气，嘴角抽搐。确实是到了，还顺便毒倒了一大片老鼠。第二天，沈燕在镇上最热闹的街口摆了个摊，插了个写着沈半仙算姻缘算财运不准不要钱的旗子。刚摆好，就有个穿绸缎的胖子凑过来。先生，我丢了个玉坠，能算出来在哪儿吗？算准了，给你1两银子。沈燕掐指一算，嘴角抽搐，这玉坠被他小老婆拿去给他家管家卖了，奸夫淫妇还把这钱平分了，计划要谋财害命。先交定金5钱，不准退钱。另外，算出轨加收1两。我看你印堂发黑，不像只丢玉坠那么简单。
胖子听到出轨2次，气得脸铁青了。就在沈燕以为他不算的时候，他从口袋抽出一个金元宝，啪的一下砸在桌上。算，都给我算，我倒要看看谁给我戴绿帽子。沈燕笑呵呵收下金元宝，故作沉吟，掐指算了算，玉坠被你小妾拿去卖了，他和你管家有一腿，现在你去捉奸，估计能捉个现行。你小心一时，他们还在你日常饭菜里下了毒。胖子大惊，怒气冲冲回了家。我要杀了他们！沈燕垫了垫手中的金元宝，不住朝着金元宝亲了亲。哦哟，金元宝小宝宝，多亲亲又多来我口袋里哦。就在沈燕想收摊买肉回家的时候，一群官差朝他走来，团团围住沈燕。官差大人，不知在下犯了什么事？带走。沈燕被人一左一右架去县太爷家里，她刚进堂屋，官差和县太爷齐齐朝着她跪下。沈大师，我听我兄弟说你算命极准，你还帮他揪出了害他的小妾和管家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招招我儿子，他失踪3天了。我以为是我人太帅了被抓，刚想装可怜，结果他们扑通一声朝我跪下了。沈燕掐指一算，饿了，这小公子根本没丢，是偷偷跑去城外的破庙和一群乞丐玩皇帝登基的游戏了。他沉吟片刻，决定加价。冬天了，娘和苏婉需要棉袄，算一次10两，帮你找回家5两。20都行。你们去买2串糖葫芦，跟我走。沈燕带着一行人到了破庙，果然看到一群乞丐围着个穿锦衣的小屁孩，小屁孩戴着纸糊的皇冠，手里拿着根木棍当权杖，正喊着重轻平身。看到糖葫芦，小屁孩眼睛一亮，扑过来要抢。官差赶紧把小公子抱起来，千恩万谢的给了沈燕20两银子。沈燕拿着银子，刚想回家给娘和媳妇买肉，突然他察觉到背后一凉，赶紧翻身躲开。谁敢暗算老子？不讲武德，喝推垃圾，人类中的败类。2名蒙面黑衣人站在沈燕面前，手持着大砍刀，见沈燕躲开了攻击，吃惊了，对视一眼，随即更凌冽的招式朝着沈燕挥去。我得罪了谁？你们一上来就要杀我？狗东西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？ 沈燕话没说完，2把砍刀就像2道寒光劈到眼前，她脚尖点地往后急退，腰间的钱袋硌得胯骨生疼。这可是给娘和苏婉买棉袄的钱，绝不能有闪失。少废话，拿命来！2人一左一右夹击，刀锋带着冷意，刮得沈燕脸颊发麻。她余光瞥见旁有棵老槐树，突然弯腰抓起2把积雪，朝着黑衣人眼睛掷去。趁2人抬手挡雪的间隙，沈燕飞快窜到树后，指尖掐诀念咒，槐树的枯枝突然咔嚓一声断裂，精准砸晕了黑衣人们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敢出来当杀手？我家媳妇拿锅铲拍蟑螂都比你们利索。先生住手！赵真带着一群手下从暗处缓缓走出，他手上拿着一串冰糖葫芦。你个狗东西，臭不要脸，抢人小孩的冰糖葫芦吃！沈燕一眼就看出那串冰糖葫芦是县太爷儿子吃过的，那缺了一颗牙齿的牙印还在上面，他顿时感觉不妙，刚想脚底抹油开溜，就被赵真的手下持刀拦住了去路。大胆，居然敢对公子出言不逊，我杀了你！赵真抬手拦下手下，没拦住，沈燕跳了一段社会摇，躲过了手下的攻击。我是想请大师帮我算个命。桥洞麻袋，我不想帮你算命，你命里带金龙，我帮你算，轻则折寿，重则家破人亡，不得行不得行。赵真觉得这人有趣，挥挥手，手下从身后抬出1箱子黄金。你要是帮我忙，这箱黄金就都是你的了。要是你不帮，我立马就能让你家破人亡。你帮还是不帮？我等下就帮给你2拳。我长这么大还没被人威胁过，你一个小王爷也敢威胁我？信不信我一符咒就能？赵真呼啦啦带着一群人，扑通一声，毫不犹豫朝着沈燕跪下。我观察了你1天了，你是有大本事之人，我知道你有驱鬼的本事。我母妃命在旦夕，求先生救救我母妃。沈燕掐指一算，知道赵真所言非虚，但是他不能插手皇家之事。但是他母妃不在皇宫多年，应该还是能救一救的。起来吧，带路。赵真一行人带着沈燕就去了眼镜闻名的普陀寺。走进寺里，有一个穿着僧人衣裳妇人躺在床上。沈燕看到她第一面就知道她中了咒，明明看着40左右的年纪，但是她脸上的皮肤却宛如老叟。她是我的母妃，被父皇下令来到普陀寺带发修行，如今不知道为何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了起来，甚至她的容貌。沈燕摸了摸下巴，从自己随身的背包里抽出一把锅铲，这是出门的时候苏婉强制让她带的。沈燕把锅铲当作苍蝇拍东拍拍西拍拍了起来。她只是中了咒，要想破凶咒就得去皇宫了。哎，说好不管皇宫的事，最后还是要去皇宫。沈燕手中的锅铲已经沾满了腥臭浓如墨的黑气。我沈燕这辈子见过用桃木剑驱鬼的，用八卦镜降妖的，偏偏我自己得靠媳妇的锅铲除咒。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。沈燕拿着沾满黑气的锅铲往地上哐当一戳，锅铲柄上顿时冒出淡淡的金光，把那些腥臭黑气烧得滋滋作响。赵真看得眼睛都直了，伸手就想去摸锅铲。别碰，这黑气沾到手上，轻则肠冻疮，重则烂成猪蹄，你这金贵王爷的手赔不起。赵真吓得赶紧缩手，看着锅铲上的黑气慢慢消散，咽了口唾沫。大师，这凶咒到底是谁下的？我母妃在寺里修行多年，从没得罪过人啊。不是得罪了寺里的人，是得罪了皇宫里的老狐狸。这咒叫枯颜咒，专吸女子
子生机，让他悄无声息的衰败，表面看像自然衰老，最后短短几年死亡，让人察觉不出。沈燕蹲下身，用锅铲头扒拉了一下床底，掏出个巴掌大的木牌，木牌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寿字，边缘还缠着几缕没散的黑气。看见没？这是咒引，得用施咒人的贴身之物才能催动。看这木牌的材质是皇宫里独有的阴沉木，除了当今皇后的娘家，没人能弄到这东西。果然是他，当年母妃深得先皇宠爱，皇后就处处针对，没想到先皇驾崩了，他还不肯放过母妃。别急着上火，破咒的3步走。第1步，把这锅铲烧了的黑气收集起来。哎，你别捂鼻子，这可是好东西。第2步，带母妃回皇宫找施咒人的贴身玉佩。第3步，得让我媳妇来帮忙啊。他会驱咒，他只会下毒和拍蟑螂，但他的命里带阳，能克这种阴毒的咒。当然这话不能说太直白，他命硬，你派人去我家接他，就说我需要他帮手，而你要给他买10斤五花肉当酬劳。不到1个时辰，苏婉就提着个新锅铲赶来了，手里还攥着半块啃剩的馒头。看见沈燕就把新锅铲塞给他，我带了锅铲来了，我觉得你1把锅铲不够。沈燕接过新锅铲，感动的差点哭了。这媳妇虽然总想毒他，但关键时刻脑袋是真灵光啊，差点就当场想给他跳一段扫腿舞表示感动。娘子来的正好，咱们得去皇宫办点事。对了，把你上次泡老鼠药的那个瓦罐带来，有用。哦，那个啊，我给你装包里了，还加了点砒霜，威力更大。一行人收拾好东西，刚走出普陀寺大门，就见2个小和尚慌慌张张跑过来，手里举着个信封。沈大师、赵公子，宫里来人了，说皇后娘娘请你们去宫里赴宴，还说要请大师给太子算姻缘。沈燕攥着苏婉塞来的新锅铲，看着他背包里露出来的毒瓦罐，突然觉得去皇宫比杜雷杰还凶险。赵真见他脸色变差，以为是怕皇后刁难，拍着胸脯保证：大师放心，有本王在，皇后不敢动你。沈燕嘴角抽搐，他那是怕的皇后对他动手吗？他那是怕苏婉一言不合当场给皇后下毒啊！宝宝心里苦，但是宝宝不说，说了怕被娘子先毒哑。进了皇宫，金碧辉煌的宫殿晃得沈燕眼睛疼，苏婉却盯着殿柱上鎏金雕的龙出神，悄悄抹了把嘴角的哈喇子，凑到沈燕耳边，声音压得像偷鸡。相公，这金龙看着老贵了，咱们走的时候偷偷抢1块呗，卖了钱你就能安心科考。沈燕听着，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，她一时间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害怕。娘子啊，你别说了，我谢谢你一边惦记着我科考，一边让我备诛9族啊。这时皇后端着架子走出来，眼神像机关枪似的扫过沈燕，要不是怕这乡巴佬真有本事破了他的枯颜咒，他才懒得招这么个浑身土气的人进宫。听说沈大师算命奇准，不如帮本宫的太子算一算，他的姻缘在何处？沈燕抬头看了眼皇后，眼角余光瞥见她发髻里藏着的银簪泛着黑气，立马掐指算了2下，给苏婉使了个眼色。苏婉秒懂，突然拔高嗓门尖叫：啊，有老鼠，好大一只！人群顿时乱作一团。苏婉趁机抄起锅铲就往皇后拍过去，锅铲正好砸在皇后发髻上，掉出个裹着黑气的银簪，正是枯颜咒的施咒媒介。沈燕趁机拍了拍苏婉的毒罐罐，一只老鼠冲上去叼走了银簪。皇后发现自己的媒介没了，气得大吼：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！沈燕赶紧挡在苏婉身前，刚要开口，就见赵真凑过来打圆场。那老鼠叼着银簪跑向了御花园深处，尾巴尖上沾着一点和皇后裙摆同款的金线。皇后气得掀了桌子，宴会自然不欢而散。沈燕拉着苏婉跟着赵真往寺庙赶，脚不沾地的飞了半个时辰，到了地方还是傻了眼。寺庙被一群黑衣人围得水泄不通，刀光闪闪，比庙里的香火还旺。把银簪交出来，饶你们不死！沈燕早就算到有这一节，淡定的往后退了2步，扭头看向苏婉，眼神里写满看你的了。都让开，关门，放我娘子！赵真和手下们唰的一下让出一条道，苏婉撸起袖子，从毒罐罐里抓出一把黑漆漆的粉末。沈燕趁机念咒，粉末被他一吹，忽地朝着黑衣人们飘过去。下一秒，黑衣人就像割麦子似的倒了一片。不愧是我娘子，这毒性跟当年的毒仙子有得一拼。苏婉正得意，听到毒仙子3个字，手猛地伸进毒罐罐里，眼睛眯了眯，直勾勾盯着沈燕。毒仙子是谁？你的新姘头？毒仙子是男的，他给自己起的外号就叫毒仙子。你还跟男的好过？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毒仙子早死几百年了，我就是夸你呢。沈燕的求生欲蹭蹭蹭往上涨，苏婉盯着他看了3秒，伸进毒罐罐的手终于拿了出来。沈燕当场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好险，差点就要被娘子人道毁灭了。黑衣人倒的差不多了，赵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拽着沈燕就往寺庙里冲，直奔舒贵妃的寝室。沈大师，银簪拿回来了，快救我母妃！娘子，上家伙！苏婉抱着她的铲铲和毒罐罐跑了进来，献宝似的递到沈燕面前。沈燕接过铲铲，搜集了舒贵妃身上的黑气，兑进罐罐里，然后把那只她用毒威胁里有老鼠抢来的银簪一起兑进罐罐里，冒出滋啦滋啦的声音。好了，
这下舒贵妃就……还没等沈燕话说完，四周残余的黑气猛地钻进苏婉体内，而苏婉猛地朝着他吐出一口血，晕倒在地，血触了沈燕一脸。苏婉倒在他怀里，他一把抱住苏婉，伸手探脉，脉搏稳得像打鼓，一点事没有。沈燕赶紧掐指算命，刚算出点眉目，就听见身后传来抽泣声，转头一看，舒贵妃已经醒了，脸色红润，容貌比年轻时还明艳，正被赵祯扶着站起来。怎么会这样？破枯言咒，怎么要以命换命？沈燕赶紧扶着苏婉坐在椅子上，掌心抵着她的后背输送仙气，可苏婉像个无底洞，把她体内仅存的仙气吸得一干二净，她自己的脸色都白了。舒贵妃听赵祯讲完前因后果，走到沈燕面前，深深行了一礼，多谢大师救命之恩，本宫欠你一条命。就在舒贵妃弯腰的瞬间，手腕上的佛珠突然发出金光，厉声清脆的凤鸣响彻四庙，一只金色的凤凰从她体内飞出来，盘旋着冲上天空。沈燕看傻了，忘了输送仙气，命格变了，凤鸣冲天，这是要母仪天下的征兆啊！沈燕反应过来，抬手对着天空一指，那只凤凰嗖地飞回来，她趁机从凤凰翅膀上抽了一缕真气，缓缓注入苏婉体内。没过多久，苏婉终于不吐血了，呼吸也平稳下来。沈燕松了口气，抬头对着天空怒骂：贼老天，有本事冲我来啊！欺负我娘子算什么本事？话音刚落，轰隆一声雷在天空响，沈燕的头发梢都被劈焦了，吓得赶紧闭嘴。这时赵祯扑通一声单膝跪地，沈燕吓得差点蹦起来。使不得，我已婚了，不搞龙阳之好，你要是真感激我，给我当个科考举荐人呗。大师要科考，我直接给你在皇宫安排个官职。不行，我是靠实力吃饭的人，怎么能走后门？沈燕嘴上拒绝的干脆，内心早就泪流满面。要不是我这破后人的愿望是亲自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，不然我早就答应了，直接当官完成因果飞升不香吗？为什么要没苦硬吃？这时在沈燕不注意的地方，舒贵妃的袖口偷偷钻进了一抹黑气，和皇后银簪上的是同款。沈燕强忍着心痛拒绝了赵祯封官提议，便匆匆带着赏赐背着苏婉回家。回到家，她连忙给苏婉消化凤凰带来的真气，抵消天谴。相公，好像自从你被敲了一闷棍之后就变了，早知道我就早点给你逼处子了。沈燕瞬间无语，感情她穿越是被苏婉一棍子召唤过来的。沈燕把赚来的钱还了欠债后，就开始闭门准备考试了。这时候就有不长眼的人上了门，是他现学的同窗张富贵，家里开当铺的，平时总爱鼻孔看人。此刻张富贵抖得像筛糠。沈燕，这10两银子给你，现考帮我作弊，不然我让你在现学混不下去。沈燕捏着鼻子往后退了2步，张富贵身上一股纸糊的味道，影子还缺了个角，像被狗啃了似的。他嫌弃地踢了踢地上的银子。你命都快没了，还想着作弊？每个人身上都有3把火，以此保持不被病邪入侵。你没看见你身上的3盏灯都快灭了？沈燕从门后抄出苏婉留下的锅铲，对着张富贵的肩膀啪地拍了一下，在张富贵看不见的地方，他肩膀头顶上的3盏魂火腾的一下旺了起来。不错，娘子这锅铲果然万能，既能拍老鼠，又能炒魂火，炒菜是炒，炒火也是炒，没毛病。张富贵顿时觉得浑身暖和，脸色也红润了些。沈燕对着地上的银子勾了勾手指，银子嗖地飞到他手里。这10两就当你续命的钱了，赶紧去找教你借运作弊的人算账，把你的8字拿回来，不然下次魂火灭了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张富贵扑通一声跪下，抱着沈燕的大腿就哭，鼻涕眼泪全擦在他裤腿上。大师救我，是城外破庙的鬼道士，他说帮我作弊，要了我的8字和半条影子。沈燕来到院子，张富贵也跟了出来。沈燕看着粘在腿上的张富贵，嫌弃的不行，抬脚想踹，又怕踹灭他仅剩的小火苗，只好咬牙答应。100两，我帮你把8字和影子都拿回来。100两。张富贵不哭了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沈燕以为他嫌贵，刚要骂他，顺便拒绝。怎么，你嫌多？那我……就见张富贵掏出一张银票拍在桌上，啪的一声把桌子震得掉了块木屑。才100两。沈燕，你够意思，我就知道你念同窗情谊。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？100两说掏就掏，我和你们这群有钱人拼了！沈燕揣着银票，掏出铜钱，在地上摆了个北斗阵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地上的纸人突然活了过来，晃晃悠悠朝着门外飞去。沈燕跟在纸人身后，7拐8绕到了城外的破庙。这老鬼挺会藏啊，借邪神的势力挡灾。可惜啊，邪神也不是好糊弄的。沈燕抄起锅铲，运起仅剩的一点仙气，对着纸人就拍了过去。纸人飞向破庙的神像，啪的撞在神像脑袋上。神像突然发出一声来自地狱的嘶吼，庙里紧接着传来一声惨叫。一个道士浑身是血的跑了出来，衣服被撕得像破布条。哪个龟孙子害我？邪神都被惊动了，
我饶不了你。沈燕从树后走出来，鬼道士看见他手里的锅铲，嗤笑一声：龟孙子，就是你坏你爷爷好事是吧？还拿个破锅铲，野路子也敢出来丢人现眼。你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能骂我娘子给我的铲铲。沈燕直接把锅铲拍了过去，一下砸在鬼道士背上，鬼道士跪倒在地，刚要念咒反击，就被沈燕按住后颈，从他怀里掏出一堆纸人。沈燕翻出张富贵的纸人，当场点燃，鬼道士气得直骂娘。你等着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鬼道士突然化作一缕黑烟溜了，方向是皇宫方向，但沈燕没追上，气得踹了一脚庙门。喝推，你以为你是灰太狼？科考当天，沈燕顶着黑眼圈进了考场，走进考场之前，还被一名拽得跟个258万的男子撞了个满怀，肩膀疼得他呲牙咧嘴。沈燕刚要骂街，看向男子的方向，眼神凝重。考场是一排排的号房，狭小又闷热。沈燕刚进号房，就觉得一股阴气扑面而来，她掐指一算，眉头皱了起来。这号房里死过3个考生，都是考试时突然暴毙的。这么倒霉，不过还好我是专业的，区区冤魂奈何不了我。沈燕说着，朝着号房吹了一口气，里面的冤魂背着他的黑气跑了。监考官发下考卷，沈燕刚要提笔，就发现考卷上的题目旁有一行细小的朱砂字，是个锁魂咒。这咒术阴毒，考生做题时精神集中，就会被咒术缠上，轻则发挥失常，重则魂飞魄散。他向四周看了看，发现只有自己有。合着是冲我来的，怕我考太好抢了谁的风头？哪里来的阴沟老鼠，敢动你爷爷我？沈燕双手合十，默念清心咒，考卷上的朱砂字冒着黑烟消失了。考试结束，沈燕交了卷，心不在焉的往外走，刚出考场就被人撞了个满怀。这不是废物沈燕吗？还真来同事了。不是我说，就你这个猪脑子来考试也是浪费钱。你谁啊？走路不长眼。你不认识我？我是罗海潮，县学里次第一的罗海潮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厚脸皮哦，都不认识你上来搭话。沈燕，喊你爷爷我干啥？沈燕刚压下去的火气又上来了，正要开喷，就看见2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，是苏婉和他弟弟苏晨。罗海潮看见苏婉，立马换了副嘴脸，谄媚的迎上去。婉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接我的吗？沈燕当场石化，原来这是情敌啊！而罗海潮转身时，袖管里掉出一张纸人。苏婉没好气，朝着罗海潮翻了个白眼。罗海潮，第一，我叫苏婉，不叫婉婉；第二，我跟你不熟。还好，绿帽子没戴上，我娘子果然爱我。罗海潮一脸受伤，像被抛弃的小媳妇。这时苏晨凑了过来，站在罗海潮身边，对着沈燕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。海潮哥，你别难过，毕竟我姐嫁了人，她不好和你叙旧。这就是那个一直看不起我的大舅子啊，怪不得他看不上我。毕竟我当初是仗着手上有要逼着苏婉嫁给我。在我心里，只有海潮哥才配当我姐夫，其他人都是狗屎。我怀疑你在骂我，但我没有证据。看在你是小舅子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沈燕突然闻到一股臭味，是从罗海潮身上飘来的，像腐肉混着纸钱的味道。她这才看到罗海潮身上掉下的纸人，她刚要捂着鼻子走近查看纸人，就被苏晨误会了。沈燕，你还敢瞧不起海潮哥？他可是10里8乡的神童，这次科考肯定吊打你。哦，是吗？我这人最擅长吊打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了，敢不敢打赌，看这次同事谁名次高？就你也配和海潮哥比？苏婉抬手就给了苏晨一个大笔兜，打得他原地转了个圈。罗海潮见状，上前一步，眼神挑衅地看着沈燕。赌就赌，要是你有一场比我名次低，就立马跟苏婉签和离书。行，但要是你输了，就得听我的惩罚。你能有什么惩罚？尽管放马过来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反正最后输的一定是你。罗海潮一甩袖子，转身就走了。苏晨见状，屁颠屁颠跟在罗海潮身后。相公，其实你不用答应他的赌注的，我会帮你毒死他。有没有种可能，我就是怕你毒死他，害我的飞升之路增加因果？但是话说回来，这罗海潮到底干了什么？身后一片阴血之气。在沈燕的视角，罗海潮的背后，一团团浓如黑墨的黑雾缠绕着他。要不是我不怕天谴，我高低将他人道毁灭。同时3场考下来，沈燕算是摸清了套路，每次分号房，不是隔壁是厕所，就是号房里有冤魂，明摆着有人针对他。终于就到了放榜日，沈燕带着苏婉刚到榜下，就看见罗海潮和苏晨趾高气昂地走过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跟班。沈燕，准备好了吗？和离书我都带来了，签完字你就可以滚了。罗海潮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得意地晃了晃，苏晨也跟着起哄，声音大的生怕别人听不见。沈燕，我姐要不是被你逼迫，才不会嫁给你。海潮哥马上就救她出水火了。我现在很幸福，不需要谁来救。
沈燕抬手掐指一算，嘴角勾起一抹笑。他没理会罗海潮的挑衅，拨开围看榜文的人群就要上前。罗海潮以为他怕了，抢先一步踮着脚往榜文上看，手指突然指向一处，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。看见没？我罗海潮3场考试都是第2。沈燕，你倒是找啊！你的名字怕是在榜尾都找不到。就是，我就知道海潮哥最厉害。沈燕，赶紧签和离书，别丢人现眼。苏婉气得攥紧锅铲，锅铲柄都被他捏得发白，刚要冲上去拍人，就被沈燕拉住了。沈燕指了指榜文最顶端，语气淡定：急什么？按手的名字不就在最上面飘着吗？莫按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你这水平，能考上秀才就不错了。行，我就去看看按手是谁，让你说的心服口服。苏晨挤到榜文前，抬头一看，突然僵住了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手指着榜文最顶端，声音都变调了：第1名居然是沈燕，不可能，肯定是考官批错了。众人顺着苏晨的视线看向榜文，明晃晃写着第1名沈燕5个大字，都不敢置信，揉了揉眼睛。肯定是考官批错了，你一个混子怎么配当按手？我不服，我要去县衙告状。苏晨刚要冲出去，苏婉抬手就给了他一个锅铲拍，啪的一下把他拍倒在地。沈燕看得连连点头，自家娘子这锅铲功夫，山人练出了出神入化。而罗海潮脸色惨白，悄悄往后退，想溜之大吉。沈燕眼疾手快，一把揪住他的胳膊：罗兄，别走啊！愿赌服输，难道你想赖账？堂堂天才学子，不会要赖账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我当然不会赖，我可是个诚实守信、愿赌服输的好人，不就是个惩罚吗？你说就是。罗海潮，我要你把学子们的气运都还回去，并且告诉我轨道人在哪。罗海潮听到轨道是3个字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眼神慌乱的四处张望，说话都结巴了。什么气运，什么轨道人，我不认识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哈，你不会以为我在和你商量吧？娘子，扇他！苏婉听到沈燕一声令下，抄起锅铲就狠狠朝着罗海潮脑袋拍去。就在锅铲撞到罗海潮那一刹那，一张纸人出现挡住了苏婉的攻击。沈燕趁机虚空发符，朝着纸人一指，纸人原地燃烧，发出怪叫，到处逃窜。罗海潮随着纸人的逃跑晕倒在地，沈燕趁机跟在纸人身后。娘子，我们跟上。沈燕嗖的一下就跟上纸人，苏婉也跟上。夫妻2人跟着纸人跑到了一间小木屋，沈燕见纸人顺着门缝钻了进去，她还想撬锁，苏婉一锅铲就把门砸开了。不愧是我上的厅堂，吓得了死守的娘子，娘子威武。跑进屋子，只见满屋子都是纸人，而护在罗海潮身上的那个纸人则静静躺在地上。沈燕左右张望，不见轨道人的身影，苏婉也跟着左右张望。突然，她察觉到了什么，缓缓抬起头看向屋顶，和轨道人的视线对上。苏婉脸色不变，抬手就将锅铲砸向轨道人，轨道人被砸落在地。哎呦哎呦，什么东西？这娘们怎么出手这么狠？不对，她怎么发现我的？轨道人一个鲤鱼打挺起身还想跑，被沈燕一脚踹倒。轨道人打不过，立马对着一堆纸人念咒。沈燕，居然又被你找到藏身之所，这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些纸人全是替我办事的冤魂。喝推，就凭你，就你那些冤魂，我一把糯米。话音刚落，四周纸人呼啦啦震动起来，全变成沈燕。沈燕盯着晃悠的纸人，先是瞳孔地震3秒，下一秒直接暴走骂街。你这是茅厕里打灯笼找屎，癞蛤蟆蹦裤腿，膈应到起飞啊！你这是茅厕里打灯笼找屎，癞蛤蟆蹦裤腿，膈应到起飞啊！这群盗版货还敢学我？信不信我把你们撕成卫生纸？话音未落，纸人们像被按了快进键，呼啦啦举着纸刀纸剑冲过来，动作整齐的像广场舞方阵。沈燕，看你怎么破我千面纸人阵！哎，你干嘛呢？话音刚落，就见沈燕突然掐着腰扭了段离谱的秧歌，嘴里还哼着跑调的小调。妹妹你做船头，哥哥我哦不纸人你别追。纸人们顿时僵住，齐刷刷模仿起秧歌动作，可僵硬的纸身根本扭不出灵活的弧度，一个个摔得东倒西歪。沈燕趁机掏出黄符甩上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跟着老鬼没前途。我给你们包超度套餐，来世投个富2代家庭。随着沈燕的咒语，冤魂们纷纷叩首，不一会儿化作青烟消散。轨道人见阵被迫，掏出符纸就要逃，苏婉一锅铲将他留下。沈燕上前搜出一叠文书，竟是罗海潮和轨道人勾结，偷袭其他考生气运的证据。敢祸害考生，我今天就废了你这身歪门邪道！大师饶命，我上有80老母下有……哎，救兵来了！轨道人见逃不了，哭丧着脸求饶。沈燕毫不手软，刚要毁了轨道人的道行，就被突然的砸下的天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什么鬼？沈燕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可恶，
他背后居然还有帮手，我算一算，不算还好，一算沈燕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这鬼道人还和皇宫有关系，使他被皇宫气运庇佑，逃之夭夭，而沈燕被压制了道行，只好作罢。要是我恢复原来的实力，什么狗屁天子气运，敢庇佑邪魔歪道，我分分钟让他灭国。沈燕知道自己实力不够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提升实力，努力科考上去，去皇宫里看看究竟藏了多少邪魔歪道。时间很快就到了乡试时间，沈燕这段时间一边啃书，一边摆摊算命攒功力，提升功力。她怀疑鬼道人和那位使用了枯炎咒的皇后有关系，但以她现状，还没办法对被龙气庇佑的鬼道人出手，只好静等时机。就在他们正要启程去省城参加乡试，却来了个穿锦袍的年轻人，自称是总督的师爷刘全，要请沈燕去给他家大人算命。沈燕一眼就看出刘全身上有阴邪之气，算命可以，但我娘子得跟着，她是我贴身保镖。刘全本来想拒绝，但是苏婉抄起锅铲就要扇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就答应了。好好好，请您启程。沈燕伸出2根手指交叉搓了搓，眼神疯狂暗示刘全：我这要赶乡试，给贵人算命多耽误功夫啊，这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、路费。放心，事成之后1000两黄金，保准不耽误您考试。刘全以为沈燕会当场答应，谁知沈燕突然背手仰头，摇头拒绝。一个小小总督出手就是1000两黄金，看来他平时不少搜官，明知名高。我刚刚算了，大凶不去。刘全马上就急了，慌忙解释：冤枉啊，这是我家夫人的钱，她是首富之女，1000两跟捡的似的，不信你算。沈燕掐指算了算，确实如刘全所说，此行还能遇到财神眷顾之女。她观望了4周，人人脸上没有疾苦的痕迹，她赶紧让苏婉收拾行李。娘子快收拾，晚了金元宝就飞了。进了总督府，沈燕眼睛都看直了，翡翠雕的白菜，金镶玉的痰盂，珍珠串的门帘，她突然皱眉捂鼻。刘全，你家夫人是靠着盗墓发家的啊？刘全大吃一惊，看来他请沈燕请对了，来了这么多高人，只有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些珍宝都是陪葬品，他对沈燕更加的尊敬了。大师，您是开了天眼吧？这可是府里最高机密，我不会传出去的。因为你家总督夫人虽然靠着盗墓发家，但是经常行善积德，功德比你家金条还厚，邪气才不敢造次。是的，每年夫人都修路造桥，施粥赈灾，是个活菩萨。他功德在身，按道理来讲，你家应该不会受到什么灾难。这次是谁生病了？是我家总督，自从他巡查回来后，就一病不起，天天嚷着有一个红衣女子找他。给我你家大人的八字。沈燕捏着刘全递过来的八字掐指，指节咔咔响，算罢，突然拍桌：我要见一见你家大人和你家夫人。进了总督卧室，一股死气扑面而来。总督唐子安躺在床上，脸白得像纸，手腕上一串佛珠磨得发亮，身旁是穿华服的夫人诵经，正给他喂药。总督大人，我带沈大师来了。唐子安睁开沉重的眼皮，看向沈燕，刚要开口，就被沈燕打断。总督是不是最近一直梦到自己被人追杀？梦醒后发现自己身上都是伤。唐子安不曾想沈燕说对了，挣扎着要下床。你被下咒了，最好查查你们夫妻2人最近得罪了什么人。你家的那些土力出来的该处理的处理了。唐子安对着沈燕千恩万谢。沈大师不如在我府里住下，我的府邸离贡院很近，我还能为沈大师提供上好的住宿安排。沈燕本来想拒绝，但是唐子安挣扎着想起身的时候，露出了手腕的佛珠，他一愣。等等，这佛珠是哪来的？上面沾着母子煞的怨气。母子煞。两人扑通一声跪倒在沈燕面前，唐子安磕头都磕出响。大师，我们夫妻没害过人啊，怎么会惹上这种东西？沈燕掐指一算，抬起头死死盯着唐子安。唐总督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有个妾室前不久投井死了？你知道她怀了你的孩子吗？现在母子俩成煞了，怨气全缠在你身上。宋京听到这话，手死死捏着碗，啪的一下就将碗掰成2半。唐子安见宋京这样，身子抖了抖。唐子安，你背着我养外室，当年你怎么跟我说的？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唐子安吓得浑身发抖，猛地朝着宋京跪下。没有啊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从来没养过外室。等等，2月前丞相府送了个侍妾给我，我当场就拒了，结果回家没几天就生病了。丞相府送的，拒了之后，那侍妾去哪了？我没问，难道他……突然，窗外传来婴儿的哭声，尖锐又诡异。宋京抬头一看，窗棂上挂着一件红色的嫁衣，衣角还滴着水。苏安马上抄起锅铲挡在沈燕面前，沈燕不停地掐指算命，额头上的汗直冒。不好，大白天母子双煞就找上门了，怨气这么重。唐总督，你现在说实话，拒侍妾那天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，害他们怨气这么重？唐子安一脸混乱，沈燕见他这副狗样子，真想一锅铲过去。
我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也要想，你要是再不说出实情，你们都得在此陪葬。唐子安哭丧着脸，使劲拍了拍自己的头。那天我就是被丞相府邀请去吃酒，然后他就要送我一个侍妾，我拒绝了，然后我就想不起来了。邓晶听到，猛地一用力，就把碗捏得粉碎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你就在丞相府吃酒，很晚才回家。原来那天你就和那侍妾在一起了。唐子安，我要阉了你！宋晶不管不顾，从腰间抽出一把刀，就朝着唐子安砍过去。沈燕见状，身子不住抖了抖，偷摸瞧了苏婉一眼。苏婉瞧见了，也摸摸的腰间的锅铲。沈燕果断扑通一声，朝着苏婉下跪。娘子明鉴，为夫是万万不敢做出此等出轨的事。我和出轨之人不共戴天。喝推！沈燕狠狠朝着唐子安吐了一口唾沫。而这时，窗外婴儿哭声突然变尖，红衣嫁衣唰的飘到门口，门栓咔嗒自动弹开。一双轻举的小手扒着门框，宋晶看着小手，气不打一处来。现在人家还带孩子上门了，你还敢说和你没关系？这不是你的孩子，难道还是我的吗？这是重点吗？也有可能是刘全的。娘子，冤枉！刘全默默地蹲在角落，不敢说话。沈燕瞥见苏婉的不善的眼神，立马举手发誓：娘子，这肯定也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对你守身如玉，任何女人都进不了我的身。而嫁衣女鬼见众人当她不存在，感觉到被冷暴力了，发出一声尖锐的报名，就朝着唐子安冲去。宋晶见状，从口袋抽出一把盐，朝着女鬼撒去，仅仅只能拦住她的攻击。这时候红嫁衣掉出一块玉佩，唐子安眼尖瞅见了，赶紧大呼：我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了。唐子安指着女鬼掉出的玉佩，声音都在发颤：这是丞相嫡子的玉佩。沈燕立马算了算，立马明白了事情前因后果。丞相嫡子趁着那日吃酒，玷污了嫁衣女鬼，女鬼发现自己怀孕后，被逼着跳井了。丞相施咒做了母子煞引到唐子安身上，也就是说，这女鬼认错了人。既然不是你的债，那就好办了。被蒙蔽了，那就去找回那个死渣男。沈燕念出咒语，女鬼瞬间就清醒了。她看着眼前的众人，迷茫在周边绕了一圈。原油头摘油猪，孩子是谁的，你就去找谁。丞相府。沈燕话还没说完，女鬼听到丞相二字，凄厉的尖叫一声，周身黑气暴涨，而小鬼也越来越黑。沈燕虚空画符贴在女鬼身上，女鬼逐渐清醒，抱着小鬼转身朝着他磕了磕头，朝着门外飞去。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啊！这时丞相府那边，丞相孙固正得意洋洋和他嫡子孙玉等着总督府传来消息。儿子，这唐子安还想揭发我们，我这就让嫁衣女鬼去收了他的命。爹，还得是你，既除掉了丞相府的对手，还能帮我除掉那个小贱人。本来还想收他当同房，但他想当我正妻，做梦。正好这时女鬼带着小鬼钻了进来，听到孙玉的话，周身黑气暴起，房间内驱逐恶鬼的铃铛叮叮当当响起。没等孙固反应过来，孙玉暴体而亡。儿子，怎么回事？母子煞怎么会找上门？孙固马不停蹄，赶紧将藏在口袋的一沓符咒不要钱似的拍向女鬼和小鬼。最后女鬼和小鬼被火烧而消散，留下生死不明的孙玉。母子煞不是祸水东引了吗？怎么会？到底是谁害死我儿？被我抓住，我一定让他生不如死。远在总督府的沈燕狠狠打了一个喷嚏，她揉了揉鼻子，可能是感冒了吧。凡人之躯就是虚弱。这时候巡抚崔大人便上了门，要求着沈燕帮忙。大师，自从我儿夜里猝死后，府里就怪事不断，半夜总能听到哭声，金银珠宝还莫名其妙失踪。我怀疑我儿子还没走。沈燕掐指算了算，心里明了，便跟着崔大人来到巡抚府。沈燕带着苏婉刚进门就打了个寒战，院子里的石榴树都缠着黑气，结的果子都是黑的。巡抚李夫人拦在沈燕面前：你是来收我儿子的，我不允许你伤害我儿子。李夫人眼睛哭得像是个核桃一样，颤颤巍巍拦在沈燕面前。夫人，你闹什么？不将儿子送走，难道你想府里人不得安宁吗？我儿子一定是舍不得离开我，他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要把他送走？李夫人说完不管不顾，朝着一旁的石榴树跑去。你要是非要送走儿子，那我就一头撞死在石榴树下，陪着我儿子去了。可是但是闹事的不是你儿子。这时候李夫人已经刹不住脚步了，就在那一刹那，一道柔和的白光环绕在李夫人身边，护着她没有撞到树上。李夫人看着白光，顿时泪流满面。儿子，是你吗？他一直护着你，所以才让你没受邪气迫害，因为他们下一个要害的人就是你。崔大人赶紧上前扶起李夫人，语重心长：夫人，
你就信一次大师吧。李夫人这才让沈燕进门。沈燕一进门，差点就呼吸不上来，屋内满满的怨气。这到底是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？一个扶着腰、挺着大肚子、全身黑漆漆的人性怨气的走向李夫人。婆母，这是怎么了？沈燕等着这个人性怨气走进来，才发现是一名20来岁的女子。沈大师，这是我儿媳周蒹葭，可怜年纪轻轻的，她就守了寡。李夫人刚要开口哭，就被沈燕一句话噎了回去。我也是没见过谁主动让自己守寡的，而且看她的架势，还让自己守寡好多次了。沈燕看着这周蒹葭模糊不清的夫妻宫、子女宫，一片暗淡，便知道她这辈子没有夫妻、子女缘分，加上身上那一堆怨气，便猜出大概。好家伙，这就是一个妥妥的黑寡妇啊！黑寡妇都没她黑，被她害死的丈夫没有10个也有8个了，但是她怎么不受怨气侵害？周蒹葭顿时呜呜哭了起来。婆母，我没有，你怎么信一个江湖骗子的话？沈大师，我这儿媳可是很孝顺，她怎么会是伤害我儿子的人呢？她平时可是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。对啊，舍不得踩死蚂蚁，但是舍得烂死老公啊！周蒹葭，你是要我说，还是你自己说？周蒹葭当然不可能认的，她继续装可怜，坐等李夫人赶走沈燕。而沈燕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截了当说出了周蒹葭的事。周蒹葭，你罔顾人伦，害人性命，你自以为身后有靠山，便肆意妄为。人在做天在看，就算你能掩盖1次，还能掩盖第2次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害人性命了？婆母，我们快把这个胡说八道的骗子赶出去，他8成就是来骗钱的。李夫人左右为难，一边是能看到自己儿子的大师，一边是让自己顺心的儿媳。崔大人也瞪大眼，不敢置信。沈大师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周蒹葭眼神一转，突然捂着肚子，一脸痛苦。我的肚子好痛，公爹婆母，这个江湖骗子，他是想害死你孙子崔尚的后代啊！哇，你那一肚子的黑气，还好意思装血吗？沈燕掐指算了算，而崔大人和李夫人一脸为难，看向沈燕。沈大师，我儿媳身体不适，下次再请您帮忙。不用，我可以很负责告诉你，引起你家混乱的罪魁祸首就是他，害死你儿子的也是他。就在沈燕想要出手破了周蒹葭肚子里的黑气时，苏婉出手了，她一个锅铲拍在周蒹葭肚子上，周蒹葭当庭广众之下，噗噗噗放了一个连环屁，她肚子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扁了下来。我都没见过哪个孕妇肚子里娃娃没有一堆屁的。周蒹葭，你给我一个解释。婆母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使了什么妖法，打掉了我的孩子。你要为我的孩子，你的孙子做主啊！别装了，你夫妻宫、子女宫暗淡，命中无夫无子，你干的那些破事瞒不住的。沈燕虚空画符，朝着周蒹葭一指，顿时周蒹葭身上的护身玉碎裂开，怨气顿时侵蚀着周蒹葭，顿时把她侵蚀成不人不鬼的怪物。明明就差一步，狗东西！难怪鬼道人要我一定要灭了你！周蒹葭汇聚最后的黑气，朝着沈燕打去。沈燕立马画符，召唤出一把金色的光剑，狠狠朝着周蒹葭劈下去。黑气退散，周蒹葭猛地吐出一口血。老实交代，我饶你一命。要是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将你人道毁灭。别，我说，原来是鬼道人和周蒹葭都是皇后的手下，而周蒹葭本就是一个靠着掠夺丈夫气运的黑寡妇，而她杀了崔尚，本来也是因为崔巡抚在朝廷不站队皇后，便被皇后安排灭家，做成傀儡。院子里的异动，全是周蒹葭身上的怨气招惹来的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放我一马吧，我还能告诉你皇后她之后的计划。突然，周蒹葭就自燃了起来，打了个众人措手不及。沈燕还没使出灭火咒，周蒹葭就被烧成一个人形灰烬。好毒，好毒！这个咒直接就能让人瞬间被烧成灰烬灭口。空气中除了焦糊味，还飘着一缕极淡的龙涎香气息。这味道他在皇宫赴宴时闻过，是皇后常用的熏香。好个心狠手辣的皇后，灭口都做得这么讲究。看来这京城的水比我算的还深。崔大人夫妇早已吓得腿软，崔大人扶着脸色惨白的李夫人，颤巍巍给沈燕作揖。沈大师，多亏您揭穿这妖妇真面目，今后您若有差遣，我崔某万死不辞。沈燕摆摆手，目光落在院子里那棵结着黑果的石榴树上，她走过去，抬脚一踹，树干震得簌簌发抖，黑果掉了一地，落地就化作黑气消散。树洞里藏着个小木偶，刻着崔大人的生辰八字，缠着浸过黑狗血的红线。沈燕搓了搓木偶，表情严肃，对着崔大人和李夫人：这是验圣术，要是再晚半月，你们夫妻俩都得死。把这木偶烧了，再用艾草熏遍府邸。李夫人连忙点头，转头就让下人去办。沈燕超度了崔尚之后，崔大人凑过来，塞给沈燕一张银票，数额比之前承诺的翻了3倍。大师，这是一点心意，我知道您要去参加乡试，
省城贡院那边我有熟人，定能保您不受刁难。沈燕眼睛一亮，揣着银票塞进苏婉的布包，作揖告辞崔大人。出了巡抚门，苏婉满意的点点头，突然想起什么，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递给沈燕。相公，这是刚刚我让李夫人给我打包的烧鸡，你快吃。苏婉说着就撕下一块鸡肉，津津有味吃了起来。而沈燕满头黑线，看着沾染了各种颜色粉末的烧鸡，苏婉一愣，连忙将烧鸡包在她怀里。相公，我忘了你不是百毒不侵的体质了，既然这样，那这烧鸡就只能我吃了。娘子，我有理由怀疑你想独吞这烧鸡，你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沈燕和苏婉坐着崔大人安排的马车前往客栈，刚到贡院附近的客栈住下，就有个小厮找上门，说是总督唐子安排来的。沈大师，我家大人说您帮了他大忙，特地让小的送些乡试真题的思路来。还有丞相府那边出事了，听说嫡子孙玉暴毙后，丞相孙固一病不起，府里夜夜闹鬼呢。沈燕接过小厮递来的册子，翻开一看，全是历年乡试的高频考点和答题技巧，字迹工整，还标着重点。他掐指一算，嘴角勾起笑。这孙固是自作自受，母子煞的怨气没散，又沾了谋害总督的因果，能好才怪。替我谢过唐大人，就说他日我若进京，定帮他彻底清了丞相府的后患。小厮走后，苏婉正对着客栈桌子上的花生研究怎么下毒更隐蔽。沈燕怕自己哪天就被毒死了，赶紧拉他出去吃饭。刚下楼就撞见一个不想见的熟人。沈燕，上次同事你肯定是作弊了，这次乡试我要让你原形毕露。婉婉，我会让你看到我才是那个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。沈燕被罗海潮带着2个跟班拦在楼下，他身上的阴邪之气比上次更重，脸色青灰，像个死人。这时候还想着对苏婉深情表白。你这一脸顺遂的模样就不要告白了，你给不了我幸福。罗兄，你这是把自己的气运都卖给鬼道人了。我看你印堂发黑，不出3日就得衰竭而亡，还是把自己的气运抢回来吧。罗海潮气得跳脚，刚要骂人，突然捂着胸口咳起来，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。他身后的跟班吓得赶紧扶住他。罗公子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您的身体要紧。罗海潮瞪了沈燕一眼，就灰溜溜走了。相公，要不要我偷偷去给他下毒？放心，保证不会让人查出来是我做的。大可不必，娘子，小小罗海潮，为夫随意拿捏。沈燕静下心，掐指一算，脸色沉了下来。皇后，这是要将罗海潮培养成她新的傀儡啊！沈燕带着苏婉走到贡院附近，只见贡院4周贴满了纸人，沈燕抬手就将纸人全毁了。吸收学子的气运，还用纸人帮你作弊，我全都毁了。这下我看你罗海潮怎么过乡试。不多久就到了乡试的日子，这次沈燕终于没分到厕所，到处是死鬼的号房。但膈应人的是，罗海潮的号房正在沈燕对面，他全身被邪气浸满，眼中是要沈燕必死的狠厉。脑壳疼，这罗海潮怎么都要杀了我，执念这么深。沈燕想着怎么防着罗海潮，他想到一个咒术，随即他朝着罗海潮施咒，对着罗海潮露出一个阴险的笑容。罗海潮不明所以，正巧他要去茅厕，不一会儿茅厕就传来一声惨叫。沈燕捂嘴偷笑，这时罗海潮顶着一身臭味走了出来，沈燕给他下了倒霉咒，让他掉进厕所里了。此时罗海潮看到沈燕偷笑的样子，还有什么不明白？他顿时气得火冒3丈，强忍着恶心，狠狠咬破手指，顿时狂风呼啸，4周的考生晕倒在了桌案上。沈燕马上收起笑容。罗海潮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沈燕，你以为你毁了我的纸人，我就没有办法对他们出手了吗？罗海潮抹了把嘴角的血沫，青灰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，周身的黑气迅速四散开来，缠绕着倒地的考生。罗海潮，你可知残害考生会折尽阴德，连轮回的机会都剩不下，必遭天谴。轮回？只要能杀了你，还需什么轮回？就在黑气缠绕在沈燕身上之时，他从怀中摸出7枚铜钱，扔到地上，排成北斗7星的正状。罗海潮猛地跺脚，地面黑气翻涌，又钻出数只鬼爪。沈燕瞳孔一缩，这咒须以自身精血为引。罗海潮为了杀他，竟不惜献祭生机。他刚要掐诀念诵破煞咒，就见一道身影提着锅铲从贡院外冲进来，锅铲砸中沈燕身边的鬼爪。相公，你没事吧？不愧是我娘子，她真的踏着鬼爪来救我，她就是我的婉尊宝吧？罗海潮看到苏婉，周身的黑气都降了下来，他仿佛被刺了一般，质问苏婉：苏婉，我这是在帮你除掉他，你怎么能帮着他对付我？我们夫妻之间的事不需要外人来插手。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青梅，你个铲铲，我们连话都没说过几句。听到这话，罗海潮瞬间周身黑气暴涨了3分，他指着沈燕不甘心质问：这个畜生是不是给你下咒了？你明明应该嫁给我，他这个一事无成的小混混哪比得上我？我相公起码不会害人性命。沈燕趁着2人聊天之际，
掏出黄符，指尖沾着咬破手指挤出的血珠，飞快画下散煞咒。他将符纸往空中一抛，符纸化作金光，驱散了考生们身上的黑气。晕倒的人纷纷发出轻哼，脸色渐渐恢复红润。罗海潮见功亏一篑，双眼赤红地扑向沈燕。我跟你同归于尽。罗海潮身上的黑气暴涨，竟隐隐凝成一个披红挂绿的鬼差虚影，那是他用半条命换来的煞力。沈燕拽着苏婉往后一退，脚踩其胸部避开攻击，同时从苏婉背上摸出那个装着砒霜和老鼠药的瓦罐。他拔开罐塞，将里面的粉末撒向鬼差虚影，同时念咒，粉末遇黑气瞬间燃起蓝火，鬼差虚影发出刺耳的尖叫，被烧得滋滋作响。罗海潮受虚影反噬，喷出一大口黑血，踉跄着倒在地上，身上的黑气褪去，露出原本苍白虚弱的面容。他看着沈燕，眼神里满是不甘和恐惧。我背后之人不会放过你的，不过是他用完就扔的棋子，真以为他会保你？沈燕说着，掐指一算，眉头皱起。你体内的养煞符快崩了，最多活不过3日。若想留条命，就老实交代你背后之人的身份。罗海潮面露害怕，不住挣扎着。好，我说。罗海潮刚要开口，突然捂住胸口，嘴角溢出黑血。他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，从手中缓缓冒出黑色火焰，火焰焚烧很快，瞬间就吞噬他整根手臂。他真的要杀我？罗海潮气绝前，拼尽全力将一枚玉佩扔给沈燕。这是皇后的东西，藏着她的秘密。罗海潮说完头意外没了气息。沈燕摩挲着手中的玉佩，发现上面刻着极小的坤字，还缠着一丝极淡的龙气。此时宫院的监考官带着官差匆匆赶来，看到满地狼藉和罗海潮的尸体，吓得脸色惨白。沈燕将玉佩收好。罗海潮修炼邪术残害考生，已被邪术反噬而亡，这些考生并无大碍。监考官早就得了唐子安的打点，知道沈燕的本事，又见考生们陆续苏醒，连忙点头哈腰。沈大师果然名不虚传，此事我会如实上报，定不委屈大师。监考官带着罗海潮的尸体匆匆离开了。苏婉踢了踢罗海潮的尸体，凑到沈燕身边小声说：可惜了，还没来得及给我练手下毒。这玉佩有啥秘密？要不我敲开看看。苏婉说罢，正要朝着玉佩伸手，沈燕按住他的手，笑着摇头。这玉佩沾着龙气，不能硬来。等乡试放榜后，咱们拿着它去见赵祯，说不定能挖出皇后更多的把柄。沈燕抬头看向宫院外的天空，掐指算了算，眼中闪过一丝凝重。竟然还和我飞升有所关系，看来这京城咱们是非去不可了。这皇后的布局比我想的还要大。3日后乡试放榜，沈燕的解元名号跟长了翅膀似的，把省城炸得底朝天。百姓扛着板凳，揣着瓜子往客栈冲，就想看看活半仙解元长啥样。而当事人正蹲在客栈门口，帮苏安往包袱里塞最后一袋花生。沈大师，我家大人备了薄礼，送您和夫人进京参加会试。锦盒打开的瞬间，金光差点晃花沈燕的眼，里面码着整整齐齐的金元宝。沈燕清了清嗓子，故作矜持的摆手：唐大人太客气了，礼这般厚重，我便却之不恭了。沈燕说完，快速将锦盒塞进苏婉手里。刘全憋笑憋得肩膀发抖，连忙躬身引路。马车刚驶出客栈，沈燕就察觉到车顶传来一丝极淡的阴气。她掀开车帘一角，瞥见房檐上蹲着个穿黑衣的影子，见他看来，瞬间化作一缕黑烟消失。苏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抄起锅铲就要往外冲。敢跟踪我们，看我不拍扁他！沈燕拉住他，指尖掐诀算了算，眉头微皱：是皇后的人来盯着咱们。这玉佩里的秘密比我想的还重要，依靠着我算命的直觉，有大瓜。沈燕掏出那枚刻着坤字的玉佩，放在掌心细细端详，隐约能看到里面缠绕着一丝金黑交杂的雾气。苏婉凑过来，用锅铲柄轻轻碰了碰玉佩，这雾看着邪乎，要不我加点砒霜试试，说不定能把它毒死。娘子，这是龙气裹着煞气，砒霜没用。等见到赵祯，让他用皇家血脉试试，毕竟龙子龙孙自带杀毒软件。马车一路疾驰，刚进京城城门，就见一队锦衣侍卫候在路边，为首的正是赵祯的贴身护卫。见沈燕下车，连忙上前见礼。沈大师，王爷在王府备好了接风宴，特让属下在此等候。沈燕刚要开口，就被一阵香风裹着的娇笑打断。拜见沈半仙。沈半仙果真如传说一般气度不凡，不知沈半仙可否帮我算一算命？只见一位穿粉色罗裙的女子款款走来，沈燕抬眼一看，这姑娘印堂发黑，眉间缠着死气，却裹着一层富贵气，典型的被人下套的王公贵族小姐。女子走到沈燕面前，屈膝行了一礼：小女是安乐侯府的庶女林梦瑶，久仰沈半仙大名。沈燕关了关面相，这林梦瑶红鸾心动，此次所来是求姻缘。
他的命格本是福禄双全，却被人动了手脚。夫妻宫被一股阴邪之气缠着，他刚要开口，就见赵真从远处快步走来，脸色有些难看。赵真几步走到林梦瑶身边，不动声色地挡在他和沈燕中间。林小姐，本王知道你所求，有些话说出去，对你对侯府不利。林梦瑶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随即又恢复如常。多谢王爷提醒，小女只是一时兴起。沈大师，不知可否为我算上一卦？酬劳好说。林梦瑶说着，从袖中掏出一只金步摇，递到沈燕面前。沈燕没接金步摇，只是淡淡开口：“小姐的姻缘不在东宫。”林梦瑶脸色一变，显然是被说中了心事。她对沈燕越发尊重了起来。虽然沈燕劝退了她，但是她有不得不入主东宫的理由。她刚要再问，就被赵真的护卫请走了。回到府邸，赵真马上向沈燕道歉：“大师别见怪，这林小姐在嫡母手下过得跟受气包似的。最近太子选妃，被皇后忽悠的一门心思想当太子妃，纯属被人当枪使。明白，被下套的贵族小姐。”沈燕将口袋那枚玉佩掏出来，递给赵真：“你看看这个，罗海潮临死前给我的，说是藏着皇后的秘密。”赵真接过玉佩，指尖刚碰到就皱起眉头：“这玉佩皇室宗亲才有，这坤字，据我所知，只有我那远在藩地的皇叔名字里有个坤。”赵真捏着玉佩的指尖泛白，沈燕将玉佩凑到烛火下，那刻着坤字的纹路里竟渗出丝丝煞气，与皇后银簪上的气息如出一辙，简直是同款劣质香水。我这位皇叔赵坤是父皇的胞弟，20年前卷入谋逆案，没找到实锤，但还是被贬去漠北圈禁了。传闻他精通邪术，当年东宫闹邪祟，就是他搞的鬼。这煞气裹着龙气，是皇室血脉与邪术相融的迹象。皇后勾结他，用太子选妃，不过是他盗各家女子气运的幌子。他最终到底想干什么呢？那我去给那赵坤和皇后下毒，弄死源头，一了百了。他们背后还有世家大族，盘根错节，杀了他们也无济于事。沈燕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一拍桌子：“我知道了，他们想借太子选妃及其12位命格不凡的贵女，在祭天那日启动龙气献祭阵。”啥阵？听着就邪乎。简单说，就是把12位贵女的气运当祭品，吸收各地学子的气运。他要么想要长生，要么就是他想当皇帝。沈燕算出这个，觉得皇后好大了一盘棋，要不是他出手，凭着皇后手段，必定血流千里，嗷嚎遍野。这皇后的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那我去把林梦瑶打晕藏起来，这样皇后就少一个祭品了。傻娘子，你藏起她，皇后立马换个人选。不如将计就计，我去参加会试破咒，你混进侯府保护林梦瑶，咱们分工合作，主打一个敌在明我在暗，搞死对方不手软。我来给苏娘子安排身份，当林梦瑶的贴身丫鬟。不行，她不能当贴身丫鬟。我为什么不能当个贴身丫鬟？就娘子这气度，这品行，怎么着不也得当个掌事嬷嬷？苏婉眼睛一亮，掂量着手里的新锅铲。有道理，掌事嬷嬷能管厨房，我还能顺便给那些想害林梦瑶的人下点开胃小菜。没问题，我这就让人给苏娘子准备嬷嬷的服饰和腰牌，对外就说你是舒贵妃宫里派去照拂林小姐的老人，没人敢质疑。苏婉换上身青色嬷嬷服，腰上别着用布包好的锅铲，板着脸走进安乐侯府。侯府下人见她气度沉稳，还拿着贵妃宫里的腰牌，吓得纷纷躬身行礼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林梦瑶见是苏婉，当场愣住：“你是沈大师的娘子？”小姐放心，我家相公说了，保你平安，还能让你摆脱嫡母控制，但你得听我的，我说东你不能往西，我说下毒你不能手软。同一时间，沈燕走进京城贡院，号房比厢式规整多了。但她刚踏进自己的号房，就察觉到一股熟悉的阴邪之气，墙角贴着一张黄符，背面画着扭曲的血纹，正是龙气献祭阵的分咒。沈燕冷笑一声，指尖一弹，黄符瞬间自燃。就这还想吸考生气运？就在沈燕刚要继续破咒，监考官走到她身边，指着她大声呵斥：“沈燕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没干什么。沈燕举起双手，一脸无辜，给监考官展示。监考官走到沈燕身边，指着她的鼻子：“还敢狡辩！沈燕考试作弊，被我当场抓获，取消考试资格，我会将此事上报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”沈燕目瞪口呆，好家伙，魔法攻击不奏效，现在改完栽赃陷害了，皇后这是要断了她的路啊！沈燕也不慌，抬手算了算，随即了然：“哦，那把我关进牢里吧。”这时候，蹭蹭蹭从身边冒出一群官兵，朝着沈燕围了过来。算你识相。另一边，苏婉在侯府已经站稳脚跟，她借着掌事嬷嬷的身份，把林梦瑶的住处打理得固如金汤。这日，嫡母柳氏派丫鬟送来一碟桂花糕，说是给林梦瑶补身子。嬷嬷，这是夫人特意让厨房做的，小姐最近辛苦，得好好补补。苏婉拿出一个桂花糕，捻了捻粉末，放在鼻子边闻了闻，
冷笑一声，告诉你家夫人，这毒太低端了，下次用毒下点血本，下次再下这么低端的毒，我就端给侯爷吃。丫鬟听到苏婉的话，身子抖了抖，转身跑了似离开。林梦瑶听到苏婉的话和丫鬟的反应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她腿一软，撑着桌子坐下。我的嫡母，她这是为了让我嫡姐少一个竞争对手，来给我下毒了啊！也不是毒，她只是放了点让你脸上起疹子的药。我这么说，只不过想让她安分点而已。林梦瑶顿时对苏婉肃然起敬起来，不愧是大师身后的女人，就是有手段。明天就是皇后为太子选妃而设下赏花宴了，得好好做好准备。我的毒罐罐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手了。就在苏婉给林梦瑶谋划赏花宴的时候，沈燕被扔进了大牢，她被架在十字木架上，身旁有2个皇后派来的手下，一个手中拿着火钳，一个手中拿着鞭子，拿着火钳的把火钳放在火里灼烧，对着沈燕威胁：沈燕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今天有牢狱之灾吗？因为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哈，我进牢狱，难道不是监考官污蔑我会是作弊吗？真不知道皇后娘娘为什么要我们兄弟俩出手对付你。你明明就是个连得罪谁都不知道的蠢货。有没有种可能，我故意进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劝你们不要对我动手动脚，不然你们下场可是会很惨哦，比如被火钳烫脚什么的。火钳男认为沈燕危言耸听，朝着他高高举起烧红的火钳，眼看就要朝着沈燕烫去。赵祯带着一群手下冲了进来，放开他！赵祯的手下朝着沈燕团团围住。那个火钳男看见赵祯冲了进来，急忙收手，结果反而被火钳烫到了脚，他被烫得跳脚，扑向了鞭子男，2人滚作一团，打翻了火盆，被烫了一脸水泡。大师，我这就放你出来。不用，我是故意进牢里的。我需要用牢房的煞气探寻阵眼，再打破了这献祭阵。沈燕掐指算了算，一本正经对着赵祯说：“我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，富儿过来。”赵祯急忙凑近，沈燕在他耳旁小声说：“给我送1壶热水，再加2斤牛肉，算命费脑子。”赵祯满头黑线，但马上着人安排了。不一会儿，乌泱泱一群人进了牢房，将牢房布置得富丽堂皇，柔软的床垫，香喷喷的牛肉，还配上了2名侍从服侍沈燕。这下皇后派来的手下眼睛瞪着一个比一个大。他居然能使唤王爷，我们惹到他今天真的是踢到铁板了。不，你们惹到我，算惹到棉花了。只不过你们接下来祈祷不会人头落地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他们2个居然敢如此对本王的贵客，来人，上刑！沈燕摆摆手，给耳朵塞上棉花，隔绝掉了惨叫声，戴上眼罩，安然躺平。而很快就到了赏花宴那天，赏花宴设在御花园湖心亭，亭台楼阁绕着半池荷花，看着清雅，实则每株荷花根茎都隐隐藏着具煞阵。苏婉扶着林梦瑶走进亭中，一眼就看到了端坐在主位的皇后，她脸色比上次见面时明艳多了，眼神却很辣的跟要吃人似的。看来她已经靠着吸食各地的才子气运，让自己容貌和气运达到了顶峰，现在要借着贵女们的命格，改自己的命格，吸收龙气，成为皇帝。诸位小姐今日齐聚，皆是京中栋梁之女，本宫特设此宴，一来为太子选妃择贤，二来也想瞧瞧哪位小姐有福气，能得上天庇佑。皇后拍了拍手，工人端上12盏琉璃盏，盏中盛着清水，水面浮着白色花骨朵。这是本宫请高僧开过光的命图花，谁能让花绽放，便说明命格与太子最为契合。来了来了，吸气运的环节终于要开始了。工人们将琉璃盏摆在林梦瑶面前，她刚要伸手去碰琉璃盏，被苏婉暗中按住手腕，偷偷在她手上摸了粉末，这才松开。林梦瑶指尖刚碰到白花，白花唰的一下就凋谢了，吓得工人跪倒在地。皇后气得一拍桌子，怒吼：“林梦瑶，你居然敢毁了本宫的命图花！来人，把他们拿下！”乌泱泱跑进一群侍卫，要去抓林梦瑶。皇后见自己要吸食命格的命图花被毁，12缺1，咬牙切齿捏碎了手中的令牌，令牌中的黑气冲向天空，顿时乌云密布。而牢中呼呼大睡的沈燕猛地坐起身：“我找到阵眼了，快开门，我要出去！你们带人通知赵祯去祭天台，毁了煞石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”侍卫打开牢门，沈燕化作一道闪电，往赏花宴的方向冲了出去。御花园里的阴风越来越烈，12枚木牌从水中升起，朝着各位贵女飞去。林梦瑶吓得脸色发白，苏婉将她护在身后，挥舞着锅铲拍飞袭来的木牌。想抢命格，先过我这锅铲这关。木牌被锅铲拍到，瞬间燃起蓝火。锅铲早被沈燕画了符咒，只要拍上煞气之物就能拍碎。皇后看到自己的令牌被毁，气得身体直发抖，她对着身后大喊：“妖妇放肆！赵坤还不出手！”话音刚落，一道黑影从假山后窜出，正是被贬漠北的皇叔赵坤。他掌心凝着黑气，朝着苏婉开出一掌。找死！苏婉不敢应接，拉着林梦瑶侧身躲开，黑气打在身后的荷花池里，瞬间炸出水花。
赵坤步步紧逼，苏婉只能靠着锅铲勉强抵挡。苏婉最后还是不敌身经百战的赵坤，被打中一掌，身体像断了的风筝一般被打了出去。苏婉落地后猛地吐出一口血，林梦瑶哭着跑过去抱着她。赵坤对着二人步步紧逼，抬手狠狠朝着苏婉挥出致命一掌。住手！沈燕匆匆赶到，口中不住念着惊雷咒，抬手将手中的惊雷掌挥向赵坤。赵坤为了抓走林梦瑶，硬生生抗下一掌，力绝不敌。而同时，沈燕也被击飞，滑行2米才堪堪停下。而赵坤趁机翻身，一手一人抓着林梦瑶和苏婉。你别动，再动，他们就要死在这里了。沈燕一愣，咬牙切齿，对着赵坤大喊：哈，你一个小小藩王，敢威胁我？娘子，动手！苏婉抬手将手中的血抹在赵坤手上，赵坤瞬间跟被开水烫了似的，惨叫一声，一把推开苏婉。还好我聪明，这可是我用我的血炼好的蛊毒，你好好尝尝吧。苏婉要上前救下林梦瑶，又被赵坤拍了一掌。沈燕冲上前接过苏婉。可恶，赵坤是皇族，自带龙气，我对他出手会被天道惩罚。赵坤趁着空隙抓着林梦瑶跑到皇后身边，二人朝着祭天台飞去。沈燕看着他们的方向大惊，不好，他们去祭天台了。两人赶到祭天台，就看到赵坤掐着林梦瑶的脖颈，把她按在中央的煞石上。煞石通体乌黑，散发着浓郁的黑气，与天空中的乌云相连，形成一道巨大的漩涡。皇后站在阵眼旁，手持11个令牌，正是之前吸收的贵女命格。赵真和手下倒在一旁不省人事。沈燕，你来晚了，龙气献祭阵已启动，今日过后，本宫便是天命所归。听着皇后的话，沈燕指尖掐诀的速度快得只剩残影。皇后，你篡改龙气，残害生灵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当年你给舒贵妃下哭言咒，勾结赵坤盗龙气，现在还想献祭贵女和才子，小心遭天谴。沈燕，你坏我好事多次，今日便让你魂飞魄散，给我的献祭阵添一份大礼。赵坤抬手一挥，煞石上的符文亮起红光，林梦瑶发出痛苦的尖叫，命格被源源不断的吸向漩涡。沈燕虚空画符，抬手一指金光朝着漩涡飞去，却被龙气弹回。他胸口一闷，喷出一口鲜血。不好，这阵融合了皇室龙气，普通符咒根本破不了，得用凤气对冲。就在这时，舒贵妃匆匆赶到，沈燕眼前一亮，天不亡我，舒贵妃借命格一用。沈燕掐指捻诀，手指一道金光冲向舒贵妃，带出凤凰命格，一道凤凰虚影从舒贵妃身上飞出，鸣叫一声冲向煞石，顿时煞石4分5裂。不可能，凤凰命格不是被我夺了吗？怎么还在？赵坤见状，眼中闪过疯狂，猛地扑向沈燕，掌心凝聚的黑气化作利爪。沈燕侧身躲开，召唤凤凰，凤凰对着赵坤喷出一道金火，赵坤惨叫一声被击飞。我不甘心，我是皇位正统，凭什么被困漠北20年？正统，你勾结妖后，修炼邪术，残害百姓，早已不配谈正统。苏婉趁机冲到煞石旁，挥起锅铲砸向束缚林梦瑶的符文锁链，锅铲一下便将锁链铲断。林梦瑶瘫坐在地，大口喘着气。皇后气得七窍生烟，从地上捡起一把剑就冲向苏婉，毁了我的长生路，该死！皇后手持剑朝着苏婉刺去，苏婉转身，锅铲横挡，皇后被锅铲震得后退3步。皇后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！苏婉一锅铲就把皇后的剑打飞，皇后吓得脸色惨白，转身就要跑，却被苏婉一把揪住头发。想跑没门！苏婉抬手就给了皇后2个大逼兜，打得她牙都掉了2颗。沈燕趁机掐诀，天空中的漩涡渐渐消散，乌云散去，阳光重新照射下来。赵坤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被煞气反噬，渐渐化为灰烬。皇后瘫坐在地，眼神呆滞。就在沈燕要出手废了皇后的功力之时，皇后哈哈大笑：“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不觉得少了什么人吗？”沈燕一愣，抬手算了算，顿时瞳孔骤缩。狗东西，你敢动我娘！鬼道人抓着林秀禾出现，沈燕周身的仙气瞬间暴涨，刚要朝着鬼道人出手，却在劈见老娘脖子上的黑气时硬生生顿住。放开我娘！有什么冲我来？沈大师果然是孝子，只要你把你全身修为和凤凰真气渡给我，我就放了你娘，不然……皇后走到鬼道人身边，鬼道人另一只手掏出一张黄符，贴在林秀禾眉心，黄符瞬间燃起黑烟，林秀禾身子一僵，脸色变得煞白。沈燕看得目眦欲裂，却不敢轻举妄动，那是锁魂符，稍有不慎，老娘的魂魄就会被符咒灭了。苏婉悄悄摸向背后的毒罐罐，指尖刚碰到罐眼，就被皇后喝止：“别动，你要是敢动，我就立马掐死他。”沈燕缓缓抬手，掌心的修为和真气渐渐凝聚，化作一团金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得先放了我娘，我要亲眼看着她安全走到我身边。你当我傻？先渡真气，不然我现在就撕票！林秀禾突然用力挣扎起来，嘶哑着嗓子喊：“燕儿，别管娘，你可不能毁了自己。”沈燕表情痛苦了起来，她刚要动手，却发现天空正在聚集雷云。沈燕掐指算了算，脸上一喜：近日连连提升，
我的修为突破了，现在雷劫来了，我的修为和凤凰真气都可以给你。沈燕念咒，将自己的修为化作一颗灵丹，带着真气朝着皇后飞去。皇后脸色一喜，连忙接过，灵丹化作一道金光，快速钻进皇后体内。这时候雷劫已成，轰隆隆降下雷劫，朝着皇后打去。皇后瞬间被雷电击成湮灭。鬼道人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他刚要松开林秀和转身逃跑，被苏婉拦下。想跑，毒死你，狗东西！苏婉抬手把毒罐罐砸向鬼道人，鬼道人刚想念咒抵抗，毒罐罐原地炸开，五彩缤纷的毒粉洒在鬼道人身上，鬼道人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原地爆炸，而沈燕脱离倒地，沉睡不醒。苏婉和林秀和慌张跑向沈燕，哭着喊她：相公，相公，你醒醒！我叫沈燕，是一个飞升失败，收拾后人的烂摊子，收拾到修为散尽，差点消散天地间的倒霉蛋。沈燕的灵魂逐渐飞升上空，渐渐消散的时候，她怀里那个带着坤字的玉佩突然裂开，钻进一条小龙，逐渐变大，卷着沈燕的灵魂拉回体内。沈燕猛地惊醒，大口喘气，她吃惊摸向怀里，那个玉佩早已破碎，她的指尖缠绕着一条小金龙。怪不得罗海潮说这是皇后的秘密呢，原来她从龙脉中偷出分只小龙出来。小龙，今天开始你就跟我混了，3天饿9顿。就在众人都以为松了口气时候，卓皇帝带着禁卫军朝着沈燕走来，身后站着的是眼神狠毒的丞相。沈燕害死皇后、藩王等诸多学子，证据确凿，即刻捉拿。禁卫军乌泱泱围上来，舒贵妃连忙下跪，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皇帝摸着胡子不语，丞相趁机下跪。皇上明鉴，这妖道明明是他害死众多人，还蛊惑了贵妃娘娘。现在他杀了这么多人，要不把他就地正法，难以堵住悠悠众口啊！沈燕，你害死我儿子、女儿，我今天就要让你不得好死！沈燕虽然修为尽失，但是靠着小龙溢出的龙气，她现在终于能算皇帝的命了。她掐指算了算，皇上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就去搜丞相府池塘底下，埋着他受贿的金子，还有他家花园里埋着的都是他儿子害死的女子。另外，你体内也被皇后下了慢性毒，最近是不是总觉得心口发闷、四肢乏力？皇帝一听，眉头拧成疙瘩。他近日确实总觉心口发闷、四肢乏力，原以为是操劳过度，如今被沈燕点破，不由得心头一沉。他抬手指住还要狡辩的丞相：来人，分2队，一队去丞相府池塘挖金，花园掘地，一队传太医院院判，即刻进京。丞相脸色瞬间惨白，膝盖一软，差点摔倒。皇上，这妖道血口喷人，他是想反咬一口脱罪呀！丞相说着就想扑向沈燕，却被苏婉一把薅住后领，用锅铲给了一个大笔兜，打得他眼冒金星。我相公可是第一神算，说有就有，你要是没做亏心事，怕什么搜查？丞相，你儿子害了那嫁衣女鬼，你还帮你女儿散布邪术，残害学子，如今你女儿皇后已死，你以为还能瞒天过海？不过半炷香的功夫，禁卫军统领匆匆折返，神色凝重地跪地禀报：皇上，丞相府池塘下阙挖出数10箱黄金，花园深处挖出3具女子骸骨，经老仆指认，皆是失踪的平民女子。与此同时，太医院院判也颤巍巍地捧着银针上前，银针探入皇帝手腕片刻，针尖竟泛出淡淡的青黑。皇上，您体内却有慢性阴毒，此毒潜伏极深，若再拖3月，恐伤及根本。丞相瘫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皇帝气得浑身发抖，一脚踹在他胸口。好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朕待你不薄，你竟勾结你女儿谋害于朕，拿下，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禁卫军拖走哀嚎的丞相，皇帝转身看向沈燕，神色缓和了许多，甚至上前2步扶起他。沈大师，多亏你点醒朕，此番救命之恩，朕没齿难忘。之前会试作弊之事，显示皇后与丞相勾结陷害，朕即刻下旨恢复你的考试资格，殿试照常参加。沈燕心中一喜，这科考之路总算没断。这么说，她重新修炼，很快就能飞升成仙了。她抬手示意小龙靠近，小龙蹭了蹭皇帝手腕。皇上，这小龙是龙脉分支所化，能暂解你体内阴毒。后续我再给你画一道驱毒符，配合太医的药方，不出半月便可痊愈。小龙似懂非懂地朝着皇帝吐了吐龙息，皇帝顿时觉得胸口闷胀感消散不少，连连点头。沈大师真乃奇才，朕特许你带着家眷入住驿馆，专人照料，务必养精蓄锐，备战殿试。驿馆比沈燕家的茅草屋奢华100倍。林秀和摸着软乎乎的被褥，眼泪又差点掉下来。苏婉则抱着新换的锅铲，
在院子里比划劈砍招式。沈燕坐在窗边温书，怀里的小金龙缠在她手腕上。燕儿，咱真能住这么好的地方，不会是做梦吧？娘，这是皇上特许的，放心住。等电视结束，儿子还能让您住更大的院子。相公，我现在的毒练得出神入化，谁敢在电视上给你使绊子，我马上冲到他家毒死他。有个随时想下毒的娘子，真是又安心又胆寒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轻响，小金龙突然竖起龙角，对着门缝发出低吼。沈燕掐指一算，眉头微皱，指尖弹起一枚铜钱，铜钱穿墙而出。门外传来一声闷哼，苏婉抄起锅铲就冲出去，只见一个黑衣人影倒在地上，胸口插着铜钱，腰间藏着沾有黑气的纸人。又是皇后的余孽，正好给我的新毒试试效果。别杀他，留活口。沈燕上前扯开黑衣人面罩，沈燕抬手扇了黑衣人一个大笔兜，黑衣人瞬间清醒，在苏婉的毒下，哆哆嗦嗦交代了实情，是太子联合丞相旧部，想在电视上用抚心咒暗害沈燕。抚心咒就这点能耐？娘子，把你的毒给我，我加点料。殿试之日，皇帝端坐龙椅之上，沈燕身着青衫，眼角瞥见太子正用阴恻恻的眼神盯着他。考题由皇帝亲出，沈燕略一思索，提笔便写，笔尖沾着苏婉特制的毒墨，墨香中混着艾草的气息。写到一半，沈燕突然察觉到一股阴寒之气顺着笔尖爬来，抚心咒已悄然发动。他余光扫过太子，见对方嘴角勾起冷笑，指尖还在按掐诀。沈燕不动声色，暗中催动小金龙，龙气顺着手臂注入笔尖，毒墨瞬间泛起金光，在试卷上凝成一道隐形符印。反弹，你对我的咒术失效，我再给你下点毒。金龙突然从沈燕袖口钻出，化作一道金光，对着太子的方向嘶鸣一声，他猝不及防，被震得喷出一口鲜血，原地疯疯癫癫，哈哈大笑。皇帝见状大惊，百官哗然。发生什么事？太子怎么了？皇上，他暗中对臣下抚心咒，妄图扰乱殿试，还好臣有护身之物化解。太子疯疯癫癫，原地大笑。皇帝一脸失望，看向太子，最后下了一道圣旨：废除元太子，贬为庶人，立赵祯为新太子，即刻入主东宫。其母舒贵妃立为皇后。赵祯惊喜下跪接旨，沈燕对此情况不意外。接下来就要清除丞相府旧部了，京城的邪术余孽被彻底肃清，沈燕的功德圆满，体内的仙气渐渐复苏。天道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：尘缘已尽，雷劫将至，可重登仙途。沈燕看着身边的苏婉和老娘林秀禾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这一世，她不仅帮后人收拾了烂摊子，还收获了亲情和爱情，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只想飞升的孤独根号三道士了。殿试结束后，皇帝下旨封沈燕为礼部尚书，赐婚苏婉为状元夫人。林秀禾看着儿子成家立业，功成名就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这日，沈燕正在家中给苏婉画护身符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雷声滚滚。苏婉平静抬起头，像是早就预料到一样。相公，我知道你要走了，我舍不得你和娘，但天道难违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算出你和娘皆有100岁之寿，日后我在仙界也会护你们平安。燕儿，娘为你骄傲，去吧，好好做神仙，别惦记我们。沈燕点头，转身看向天空。雷劫落下的瞬间，她周身仙气暴涨，小龙盘旋在她头顶，护她度过雷劫。相公，记得常回来看我，不然我就下毒到仙界去。沈燕身影渐渐升空，在雷劫中化作一道金光，朝着仙界飞去。临走前，她留下一道仙符，融入苏婉的锅铲中。从此，苏婉的锅铲不仅能打鬼下毒，还能护佑自身平安。多年后，京城仍流传着沈半仙的传说。有人说见过他骑着金龙下凡，给苏婉送五花肉；有人说他在仙界当了大官，还时常关注人间的科考情况。而苏婉则带着林秀禾，守着沈燕留下的家产，偶尔用锅铲帮人驱邪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